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 DP。在短短3周的时间，Google 官方就上架了 Gemini 3.7 Flash 这款模型。这款模型变得特别有意思，主要就是头顶上的这4个关键词：更快、半价、更智能以及免费。所以我把相关的信息汇总一下，跟大家来分享。首先是一个免责声明，展示的数据和内容均来自网络公开内容，仅供参考，不代表真实能力，一切以官方文档和公告为准。首先，我们先来看 Gemini 3.7 Flash 上线时的官方的文章。这个文章里，我标出了2个重点位置，分别是1号位和2号位。1号位说的是它的价格会比 3.6 要降低 50%，2号位是说时间差只有3周。但这里要补充的一个点，就是在 3.7 上线以后，官方同步降低了 3.6 的价格，也就是说，现在 3.7 和 3.6 是同价，都是降低了 50%。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概括 3.7 Flash， 我会用更快、更便宜，有点聪明。至于能不能用，要靠大家自己去测试。首先，我们来引入一些榜单的数据来做参考。这里说一下，榜单不代表实际能力，仅供参考。首先，第一张图代表模型的智能程度，这张图上数值越高，代表它越智能。然后我标出了1、2、3三个位置，1号位是 3.6 Flash， 2号位置是 3.7 Flash High， 然后3号位是 GPT 5.6 Terra 的 Max。 图上可以明显的看出 3.7 是在 5.6 的 Luna 以上 Terra 以下的一个位置，并且是紧紧的贴着 Terra 的水平。然后我们来看第二张图，第二张图是代表模型的运行时间，我标出了1号位和2号位。1号位是 3.6 Flash 的运行时间，2号位是 3.7 Flash High 的运行时间。可以明显的看到运行时间是减少的，也就是运行的更快。至于另外2个思考强度 Low 和 Medium 就会更快。然后接下来我们来看一张稍微复杂一点的图表，这张图表内容比较多，大家仔细看左起的那条 Pareto 的线，然后我们把这张图来放大一点。图上我标出了1号位和2号位，1号位对应的是 3.7 Flash High， 2号位对应的是 5.6 Soul Max。 大家可以这样理解，垂直高度越高，代表这个模型它越智能，水平越接近左边，代表它越快。也就是说1号位的 3.7 Flash 在智力程度上较它右下角的 3.6 Flash 有明显的提升，然后它的速度又稍微的再快了那么一点，那么它就可以站上 Pareto 这条线，那么它就有一定的使用场景，至少从目前的这个数值上是这样的。接下来是最重要的一个点，降价 50%， 它真的降了 50%， 这是模型发布的时候我们在 Google AI Studio 里拿到的价格。可以明显看到1、2、3号位分别是 3.5 Flash、3.6 Flash 和 3.7 Flash 的价格，3号位的价格确实是前者的一半。然后在模型正式上线以后，官方也调低了 3.6 Flash 的价格，所以现在去看的话， 3.7 和 3.6 的价格都降了 50%， 是一个同样的价格。官方的意思嘛，就很明确，用 3.7 Flash 来代替 3.6 Flash。当然，这次升级主要是针对就 3.6 到 3.7 的这一次升级是在模型的编码这一块。然后 50% 并没有结束，紧接着一些平台上的价格在 50% 的基础上又减了一刀，又是 50%。所以真的价格非常非常的低，我一度都以为这是要打价格战吗？不知道。然后接下来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个点是关于 Gemini 3.5 Pro 这个模型有可能不会再出现的一个传闻。首先看这张图片，这张图片是在 3.7 Flash 发布之前的一段时间贴出来的，它准确的预估了2件事，在1号位就是模型即将在今天发布，并且它准确的预估了价格。然后在2号位，它又爆了一个料，说的是 3.5 Flash Pro 是不会再发布了。然后我把官方公告的时间给大家拉出来，它确实是在官方公告之前发的，并且准确的预估了价格，那个减半的价格。那么我们就觉得这个文章的内容具有一定的可信性，当然具体的还是以官方文档为准。
好的，我们来做一个比较简单的总结。首先 3.5 Pro 到底会不会发布？如果发布的话，要请哪位大神来评这个坑？目前不得而知。在这期视频里，我们聚焦的 3.6 Flash， 我觉得它是可以完全替代 GPT 5.6 Luna 的一个模型，甚至如果你的工作场景里涉及到 Terra 的情况，可以进行尝试。但是这里也是有一定风险的。然后我想跟大家讨论一个关于下沉市场的概念。大家有没有发现 Luna 3.7 Flash 以及最近的 DeepSeek V4 Flash 都在向这个市场来做相关的操作，都是向着价格敏感这个角度来处理，更快、价格更敏感这个角度。然后这边提醒一个点，就是 3.7 Flash 在我们的早期测试中有一点点的思考异常的情况，但是因为我们的测试样本并不足够多，所以欢迎大家也来测试，并在评论区或者弹幕提出你的测试结果。接下来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关于 Google Gemini 3.3系的 Flash 这条路，我觉得这条路有点奇怪，但是目前来看，我又觉得它有可能能走得通。为什么呢？我提出一个我的观点。首先，如果按照当前的这个模式，模型再迭代几代，能力能够得到明显的提升，然后还能有更快的速度和更便宜的价格，那么它到底有没有使用场景？在 3.6 的时候，我的答案是完全没有使用场景，但是到 3.7 的时候，我觉得好像有可能，因为价格减半，模型能力还能提升，还能变快。如果以后这个价格的这个差异能够继续放大，我觉得可能会有场景，你觉得呢？最后我想对 Google 说，抓紧把 3.5 Pro 放出来，真的有市场，也有很多用户在等待。另外，在最后的最后，我想给大家提一个点，大家还记得 2.5 Pro 吗？目前在 APR 这条线上，这个模型还是可以使用的，甚至在 AR Studio 里也是可以使用的。这里颇有一点耐人寻味。好的，这就是这期关于 Google 新发布的 Gemini 3.7 Flash 模型相关信息的汇总和分析视频的全部内容。如果这期视频对你有帮助，请帮忙点赞和转发。如果你有相同的经验想要分享，或者遇到相关问题，欢迎留言。我是 DP，谢谢。